哼，李长生，明天再不交捕鱼税，俺虎爷就打死你！呸！走，我们吃酒去。我可能是混得最惨的穿越者了，父母双亡，无妹有房，18岁生日这天，还要被人收保护费。检测到宿主已满18岁，防沉迷系统解除，修仙模拟器激活。18年，18年！你知道我这18年是怎么过的吗？金手指终于来了！宿主每月可免费模拟1次，多次使用需充值购买次数，系统将收取20%的充值手续费。模拟启动，开始模拟。1天后，你将这个月的捕鱼税上缴给曹帮的虎爷。你出船打鱼，接连几天没有收获。第9天，你遇到了狂风暴雨，往回赶时，在银月湖的月亮湾附近抓到了一条朔月鱼。你回到集市，深知以自己的实力保不住朔月鱼，将朔月鱼卖给了曹帮，获得10两银子。入夜，你被一群人潜入家中，抹脖而死。模拟结束。狗日的流火！价值200两的朔月鱼只给我10两，还要杀人灭口！你可以保留其中一项：1、18岁的修行境界；2、18岁的修行战斗经验。选2。不愧是坚守者，虽然这次模拟很失败，但也增加了一点零星的打鱼经验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能获得未来的信息。这是父亲攒了10几年才攒下的银子，是想留给我娶媳妇儿的，但现在计划有变。系统充银子，充值成功，余额为12金钱。是否立即使用修仙模拟器？使用1次消耗1金钱。模拟启动。第2天，你将保护费交给刘虎，然后回家养精蓄锐。然后第9天，你出船到月亮湾附近，抓住了2条朔月鱼。你带着2条朔月鱼躲进银月湖深处，将2条朔月鱼烤熟吃掉，你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。次日，你来到黑山城开山武馆找老瘸子，将10两银子交给他后，学到了开山拳。因没钱购买药玉和资质低下，你苦修3月，终以开山拳入门，成为了不入流武者。岁月流转，你40岁踏入后天初期，在巫山城小有名气，开始收徒受益。57岁旧伤爆发，你死了，模拟结束。请选择57岁的修行境界，或者57岁的修行战斗经验。修炼到57岁，竟然只是后天初期，还以为暗伤发作死了。修炼之途真是艰难啊！我选1。这就是内力，终于有自保之力了。继续模拟。是否立即使用修仙模拟器？使用1次消耗10金钱。啊！随着境界的提升，模拟需要的花费居然增加了。算了，还是继续模拟。开始模拟。入夜，你潜入刘虎家中，轻松将刘虎和2个手下解决掉，在刘虎家里搜出20多两银子。次日，你带着银子找到老瘸子，跟随老瘸子学习开山拳。第9日，你悄悄来到月亮湾，成功抓到3条朔月鱼。你没有声张，自己悄悄享用，气血大涨。30岁，修行进度缓慢，你深知不能在40岁前突破后天中期，就没机会了。你准备放手一搏，多赚钱购买更好的药玉药材。3个月后，富商正院外招募一批护送物资之人，
后天武者的报酬是100两银子。你凭借后天初期的修为，成功加入护卫队。半个月后，你们在迷雾林遭到劫杀，数十位黑衣人杀出，你拼死重伤一人，被黑衣人头领一剑削手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。这个世界真是危险啊！请选择30岁的修行境界，或者30岁的修行战斗经验。这次模拟并没有提升境界，所以选择战斗经验才是最好的。2，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后天武者，不是空有内力的伪武者。哼，既然有了实力，以前想做又没有能力做的事，也该做了。虎爷，明天就是交税的日子了，等收上来税，你可得带我们去窑子热闹一下。上个月咱们都没去，我小兄弟都饿瘦了。听说城中新来了几个嫩货，白白嫩嫩的。去你大爷的！管理集市的老堂主刚下去了，新堂主还没定。老子我也要前来上下打点，不然这个位置可要没了。哼，刘虎，你大爷来要你命了！哼，反了你！一个臭打鱼的也敢跟我们兄弟动手！大伙儿上！开山，烈士！后天武者，开山拳，你是开山武馆的人，你知不知道得罪我曹帮是什么后果？就算是开山武馆的刘长河，也不敢动我。哼，聒噪！这刘虎真是个穷逼啊！控制了3水渡劫时8年，也才攒了27两银子。哎呦，全给我冲了！继续模拟。充值成功，余额为20金钱，消耗10金钱。开始模拟。18岁，你斩杀曹某爷，曹帮调查无果。第9日，你生吃3条朔月鱼，实力有所精进。你来到巫山城陈家担任护卫，一直苦修到45岁，然后被上门报仇的沈万山一刀斩杀。模拟结束，选择1 45岁的境界，2 45岁的经验。想安安稳稳修炼也不行，这江湖有时候你不出去找麻烦，麻烦也会找上门来。我选1。哼，果然，就算没有提升境界，选1后实力也会有所提升。不过武道非我所求，唯有长生才是终极。重活一时，怎能化为黄土？继续模拟。开始。吃下3条朔月鱼后，你来到开山武馆担任教习。39岁，你成功晋升后天武者中期。43岁，银月湖南湾某个小荒岛上传出先天强者传承消息，你前往寻找机缘，被曹玄一掌重伤。65岁，你身上暗伤发作。68岁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选择1 68岁的境界，2 68岁的经验。这开山拳有问题啊，每次都会暗伤发作。哼，不过好在成功踏入后天武者中期了。我选1。哼，后天中期，巫山城我也能算上1号人物了，还有先天传承，明天就出海寻找。妈呀，虎爷死了！快跑，赶紧报给曹帮高手！一击致命，至少是后天武者所为。刘虎得罪人太多，不必深究，再派个人来即可。先天传承一定在这些岛上。
找了4天，终于还是让我找到了先天宗师的船长。前辈安息，晚辈必不负此秘籍。药王宗究竟与金刚门有何深仇呢？金身诀是金刚门的镇派绝学，修炼到6层可抵先天巅峰，7层能抗修仙者。书中说了，修炼金身诀最花时间，一般武者修炼70年，最多踏入第4层。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有外挂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充值270两。216金钱，模拟1次消耗10金钱。开始模拟。你捕捉到4条朔月鱼，吃了3条，剩余的朔月鱼以220两的价格卖给了巫山城宋家。加入开山武馆担任教习，你一边教弟子，一边借助药玉苦练金身诀。19岁，你踏入了金身诀第1层；22岁，金身诀踏入第2层。32岁，金身诀踏入第3层之后停滞不前。73岁，你老死了。模拟结束，选择1 73岁的境界，2 73岁的经验。什么都没遭遇，能活到73吗？选2。3层剑身，普通刀剑已伤不了我。再来，继续模拟。47岁，金身诀4层，73岁，你老死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40岁，金身诀6层，89岁，你老死了。足足消耗了10次模拟机会，金身诀终于6层了。选2。7层金身诀需要花费1500年，至少要模拟40多次。接下来去抓朔月鱼卖钱换模拟次数，冲7层。朔月鱼对如今的我已是鸡肋，换钱冲金身7层才是关键。干什么的？大鱼老爷敢闯宋府，赶紧滚，不然爷爷不客气了。我是来卖鱼的。宋家吃的都是顶级鲜鱼，你这臭鱼烂虾也配进宋府大门？怎么可能？自寻死路，若不是你下手狠毒，我也不会如此。快来人呀！有人闹事！宋管家，这大鱼佬他敢在府门口动手，根本不把宋家放在眼里啊！朋友，来我宋府有何贵干？这是朔月鱼。管家，我们宋府的鱼都是由曹帮提供的，这个小子分明就是戏耍。将这个不懂事的废物丢出去，日后他便不是我宋家的护卫了。小兄弟，可否进去详聊？好。690两，宋管家果然豪爽，够支撑多次模拟了。老板，拿件合身的，要结实耐穿。总算不用穿破衣烂衫了。大爷，里面请，保证让您舒心惬意。哇，穿越18年，终于有钱来体验一下传说中的青楼了。大爷，咱这儿姑娘分3种，卖艺不卖身，卖身不卖艺，卖身又卖艺。后面2种具体价格怎么算？
卖身不卖艺的1两到15两一碗，色艺双绝的20到50两一碗，都是精挑细选的。啊，贵的竟然要50两，这都够在吴山城买下数个姑娘，想怎么耍怎么耍了。将你所说的色艺双绝的姑娘带上来吧。哎，公子马上来。公子，您看。就她吧。好嘞。公子，天色不早了。哦，好家伙，是这个色艺双绝啊！少帮主，那个老家伙怎么样了？少帮主，宋正武中了噬心散，已半月有余。今日借朔月余之机见他，状态大不如前，撑不过3个月。先天宗师又如何？终究逃不过一死。卖鱼的那小子一次性捕了3条朔月鱼，我已派人跟踪，他此刻就在宜春楼。朔月鱼对我修炼有益，帮我派人将他绑来，问清楚鱼群的聚集地。是。600两到手，足够冲击金身7层了。充值！充值成功，余额556金钱，消耗10金钱。开始模拟。深夜曹帮后天，武者带10几人闯宜春楼抓你，你悍然斩杀。清晨，曹寻带6位后天武者寻来，你3招将其全部斩杀。哼，就这点实力，也敢来送死？3日后，你3招锤死曹帮帮主曹正，接管曹帮，闯出莽金刚名号。莽金刚之名闻名齐国江湖，无数人上门挑战。曹帮从此归我管。不胜其烦，带着埋名苦修，30岁遭药王宗为先天巅峰宗师诛杀。模拟结束。看来金刚门与药王宗之间的仇恨不小啊！模拟中我隐居落日城10几年，都被他们找到，还一次性出动5个先天巅峰宗师。以后金身诀还是要尽量少用。还有莽金刚这个名号也太土了吧！我可是要当剑仙的人啊！选择1，30岁的境界；2，30岁的经验。选2，境界和经验缺一不可，不然就是一个笨桶水。再来，冲击金身7层。你躲在落日城，你躲在落日城89岁，你老死了！你老死了！你躲在落日城89岁，你老死了！你老死了！你躲在落日城89岁，你老死了！你老死了！43岁，你成功将金身诀修炼到7层。45岁，你将天水门少门主绑架换到了完整的秋水宫，你闭关苦修秋水宫。56岁，成为后天武者后期。99岁，你老死了。模拟了54次，金身诀终于7层了。选2。公子，你好亮啊！哦，你怎么醒了？丁爷，您要找的人就在这个房间。你就是那个运气好的打鱼小子啊？跟我走一趟吧，有人要见你。哼，老子都舍不得花50两来宜春楼，这泥腿子倒先享受了。哼，我与曹帮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跟你走？少他娘废话！我曹帮大人物见你是抬举你，别不识好歹了。丁爷，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打断他双腿，保回去得了呗。别弄坏了，少主还等着问朔月鱼的聚集地呢。哼，本来你们是该死的，不过我今日心情好，就饶你们一命，只废你们4只。不好，这力道至少后天后期，糟了，踢到铁板了。
丁爷，公子饶命啊！都是丁虎逼我的。小青，我这些年没亏待你，你快为我求求情啊！公子，可否饶过王妈妈？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饶他一命吧。至于你们，我的手动不了了。这是你们挑衅的代价。把这些废物抬去曹帮，转告他们，3日后我亲自杀上曹帮。是，我这就找人将他们送去曹帮。这不是遭帮的丁虎吗？他竟然被人打成了残废。会不会是宋三少爷？宋家和曹帮本来就有摩擦，三少爷今天正好也在宜春楼。不是三少爷，三少爷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。不管是谁，曹帮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人死定了。你赶紧逃吧，曹帮势大，我山城没人能敌得过他们。你不怕曹帮迁怒于你？宜春楼有宋家分子，曹帮不敢太过分，但你挑衅他们威严，必死无疑。哼，他们看了丁虎的伤势，只会收拢高手在总部等我，而我要的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少帮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丁虎大哥在宜春楼被那个卖寿叶鱼的渔夫给废了，四肢全断，现在已经送回总部了。什么？一个打鱼的也敢太岁头上动土？带我去看看！医师，他们的伤怎么样？回少帮主，他们4肢骨头全被震碎，碎成了粉末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治不好，这辈子只能摊着了。这打鱼的居然敢废我曹帮兄弟！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就杀去宜春楼，把他挫骨扬灰！好，少帮主，丁爷是后天武者，却连对方一招都没挡住，而且所有人的伤势一模一样，出手的人实力不简单呐。此事最好还是通知一下帮主吧。年纪轻轻能有多厉害？我们这么多弟兄一起出手，他还能翻天不成？帮主，爹，您怎么出关了？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了。不简单呐！看来巫山城来了条过江龙啊！所有人听着，立刻去召集巫山城附近所有曹帮高手。3日后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踏入我曹帮总部一步。是，帮主。爹，不过是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，您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此人的实力连我都摸不透，等下我让老连去请周云清来助阵。您要请周叔叔？我怀疑这人有着先天修为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先天高手。听说了吗？昨天半夜，宜春楼有个年轻高手把曹帮的丁虎给废了。曹帮现在没动静，肯定是在召集高手，等着那小子3日后自投罗网呢。哼，我看是曹帮怂了，那小子现在还在宜春楼住着，更是真有胆子，早就直接去招人了。公子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，在下斗胆一问，您可是已经踏入先天之境的武者？哼，我是先天如何？不是先天又如何？昨天和我春风一度的少年，竟是一位先天高手。公子若是先天武者，我宋家愿让出1半财产，求您庇护20年。
宋老爷子乃是先天武者，就算曹帮也不敢轻易对你们出手，何必寻求我的庇护？老爷子时日无多了，他一死，曹帮必定趁机吞并宋家，唯有先天武者能护我们周全呢。我并非先天，但一个曹帮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若你想让我庇护宋家，傍晚前送10万两现银来，过时不候。先生稍待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你真不是先天？曹正可是成名多年的先天高手啊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哼，一个曹正而已，我随手便能捏死。我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他。他的自信到底从哪儿来？难道他真有抗衡先天的实力？爹，李公子要10万两现银才肯庇护宋家。大哥，你疯了！一个不知底细的小子，凭什么拿我宋家银子？爹，我已经答应了，现在准备变卖一些族中产业凑够银子。你敢！我早就说了，我与曹帮几位堂主交情不错，只要不招惹他们就没事。你敢给钱，咱们就分家。爹，请您定夺。分家吧，我已经快死了，只希望宋家在我死后还能继续传承下去。嘿，多谢爹。宋如龙，分家后我们之间没任何关系，到时候别想我帮你向曹帮求情。蠢货！先生，10万两现银一分不少。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么多银子，你先下去吧，没我的吩咐，不要进来。有了这些钱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仙缘。充值！充值成功，余额8万金钱，消耗10金钱，开始模拟。3日后，你杀入曹帮，斩杀曹正与周云清，掌控巫山城。3月后，先天中期武者刘玉和前来挑战，你弹指将其击败，名声大振，获得宝金刚之名。就这点实力，也敢来献丑？30岁，你100招斩杀药王宗4位先天巅峰武者。50岁，药王宗神秘强者沙来。这是修仙者的手段。火球术！一记火球术将踏入先天的你重伤，你坠入万丈悬崖，死了。模拟结束，选50岁修行境界或战斗经验。修仙机缘在药王宗。选1。先天境界对我实力提升竟如此有限。金身诀果然不简单，再来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仙缘。消耗金钱100，开始模拟。18岁，你斩杀曹正与周云清，游历齐国寻仙缘。99岁老死。18岁到45岁，你成功修炼到先天中期。99岁老死了。18岁到49岁，你成功修炼到先天后期。99岁老死了。18岁到45岁，你成功修炼到先天巅峰。99岁老死了。消耗了9次模拟机会，终于先天巅峰了。可惜还是没找到仙缘。再来，继续模拟。18岁，你收服曹帮，整合巫山城江湖势力。19岁，你成立天下会，一统齐国武林。齐国皇室在你威势下瑟瑟发抖。参见帮主。25岁，齐国皇室携5名先天巅峰宗师袭杀你，你将其全部斩杀。神秘强者现身，飞剑枭首，你死了。修仙者！齐国皇室背后有修仙者。
模拟开始。18岁，你加入齐国皇室，多年后，你打探到齐国修仙者位于落日谷，你独自闯落日谷，斩杀妖狼后重伤。10几丈妖蛇突然出现，一口将你吞下，你死了。终于找到一处有修仙者存在的地方了，再来。18岁，你独闯落日谷，被妖兽袭击，你死了。18岁，你独闯落日谷，被妖兽袭击，你死了。18岁，你独闯落日谷，被妖兽袭击，你死了。37岁，你进入万毒林，吸了一口雾气中毒，你死了。41岁，你进入疑似有仙人存在的黑风岭，一阵黑风袭来，你死了。43岁，你进入疑似有仙人存在的迷雾谷，被妖蛊吞下，你死了。耗费5个斗士人，模拟了700多次，各种死法都尝遍了，我都快要死麻木了。闯了落日谷300多次没见到修仙者，其他疑似有修仙者的险地也没成功闯进去过。仙缘太难了，幸好来，最后一次，不行就明天再模拟了。18岁，你定居临水城，多番打探，终于确定邹家曾出过仙人。你默默观察了邹家20年。先天后期，日真子杀入邹家。内堂射出锋刃，将其击杀。不可能！啊，好强的手段，幸好没有某人动手。51岁，邹家修仙者死亡。60岁，你夜半闯入邹家，擒获高层。你是谁？竟敢闯我邹家？修仙功法在哪儿？不说，我让邹家鸡犬不留。威逼利诱下，你得到修仙功法混元一气诀。修仙功法，我终于找到了！你刻苦修炼混元一气诀，但进度缓慢。99岁，你老死了。模拟结束，选99岁境界，获经验。修仙功法终于得到了，模拟数百次，不就是为了这一次吗？选2。混元一气诀和锋刃术，终于踏入修仙之门了。再来。你斩杀曹正、周云清，离开巫山城，闭关散功。30岁炼气1层，70岁炼气2层，100岁老死。模拟结束，选100岁境界，获经验。选1。这就是修仙的感觉吗？真元，先天内力在他面前不过是豆腐。再来，趁热打铁，冲击更高境界。余额不足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，成功开始修仙，请用灵石充值，剩余金钱已经转换成银两，请宿主查收。啊，银两居然没用了，看来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弄到灵石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正好试试真元与锋刃术的威力。锋刃威力不错，真元能支撑5次全力释放。以现在的实力，凡俗之中也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全城都知道我是你的人，你胜则我安，你败则我死。那你别跟在我身边，当个侍女吧。宋如虎，你要干什么？大伯啊，你老糊涂了，指望一个打鱼的救宋家，你这是把家族往死路推。你们也这么想？擒下这小子，交给曹邦，才能免除宋家灭顶之灾。哈哈哈！宋如龙，你压了我几10年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护着那小子。擒下你，宋曹邦，日后宋家我为尊，给我死下来！好，好啊！
藏得够深，后天巅峰又如何？20年前你不如我，现在照样。宋如龙的疾风腿大成了，你们去抓那小子，我帮如虎。走，抓那小子送曹帮。今日便了结无神城是吧？啊！一起上，拿下这小子！剑不是这么玩的。跑！哼，走得掉吗？怕吗？不怕。内气离体，那是先天武者才能做到的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呀？逃！快逃！快逃！不必追了，随我去草帮吧。啊，哈哈，周兄，多谢助阵。了结那神秘少年后，我们再联手除去宋正武，到时候宋家产业有你一份。一言为定，有我在，先天武者也不惧。曹帮主，我本想将那不知好歹的小子擒下来给您送来，但没想到那小子是先天武者，我带去的兄弟全死了，求您为我兄弟报仇啊！有人闯进来了！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闯我曹帮？哼，2天前你曹帮的人要抓我时，可不是这态度。爹，不能认怂，这小子太嚣张了。听说是你这废物下令要对我出手的。找死！这等指令，绝对是先天无疑。不！薰儿，我的儿啊！周兄，杀此子，曹帮基业分你一半，其他人赏5万两白银。好，曹兄，今日联手，必报此仇。只要能杀他，什么都好说。哼，就凭你们2个，也敢拦我？他破绽百出，却让我无从下手，这气场太恐怖了。必须等他露怯，否则我们胜算渺茫。杀！拼了！就算他天赋再高，也难敌我们数10人合围啊！这根本不是人能拥有的实力。啊，公子饶命，我愿归顺您，为您赴汤蹈火。归顺？刚才你出手时可没留余地。公子明鉴，我也是被曹正胁迫。中了！这暗器之毒，只要中招，先天强者也必死无疑。做得好，周兄，杀了他，替我儿报仇！哎呀，大意了！这暗器威力再强20倍，便能破了我的肉身。以后行事可不能这么疏忽了。曹帮作恶多端，从今日起除名。这把寻到的修仙者断剑，无论是滴血认主，还是真元祭炼，都毫无反应。帮主，黑水都发现了疑似修仙者的古墓，现在整个武林的势力都已赶去，您看何时动身？青儿那边有什么消息？秦姑娘已拿下南山郡郑家，
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南山郡武林就会望风而降。通知青儿暂缓扩张，先稳固现有地盘。我亲自去一趟黑水郡。是，帮主。修仙者一界，希望会有灵石或者相关信息。因为没有灵石，我都整整1年没模拟过了。齐正武，你齐国皇室休想独吞仙人木。此处乃是我齐国皇室先发现的，没有你秋水宫和铁砂门的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里是天下会先发现的。别以为你们将知情人都杀了，就能掩盖住事实。据我所知，天下会帮主李长生已经北上了。今日就算是李长生来了，也休想踏入仙人木一步。他再强，也敌不过我皇室底蕴。是吗？如果李长生非要进这仙人木，又会如何？供奉，给我拦下李长生！岂能用此等小辈轻视我皇室？李长生，今日就让你知晓皇室底蕴。破绽百出，也敢称先天巅峰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已经超越了先天巅峰？李长生，你以为我皇室没后手吗？你见识修仙者的力量。是修仙符咒，齐国皇室真与仙人有关。这威力，先天巅峰也必死无疑。中了！就算你武道再强又如何？在仙法下，依旧难逃一死。你居然也有灵符，但别以为这样，李长生你就赢了。我皇族修仙者早已进入仙人木，一进去就是自投罗网。是吗？那你就在地狱里看着我怎么自投罗网吧。邱一白，我们怎么办？回去吧。无论是李长生还是齐国皇室的修仙者，都不是我们能招惹的。一个不慎，就是满门灭绝的下场。世俗齐家真是废物，连个凡人都拦不住。哼，凡俗齐家100年无灵根，早该换我们支脉执掌了。世俗的事等到回去再说，先将这小子解决。你也是修仙者？你是哪个家族的修士？敢在齐国对我齐家动手？给我死！不好！哼，敢招惹我齐家，死路一条。得把符咒收回来，这可是保命的好宝贝。还好他们大意，加上我有7层阶神诀护身，否则今世必死无疑。哼，接下来是收获的时候了。这就是修仙小说里出现的储物袋吧？此处不是清点收获的地方，先离开再说。
3个储物弹，1540枚灵石，青木诀、元水诀、混元一气功3本功法，1本青囊丹经，再加上一些丹药，收获比预想少。不过好在补齐了混元一气诀，也算意外之喜。不过等了1年，终于又可以开始模拟了，充值1004灵石。充值成功，余额为1120金钱，消耗100金钱，开始模拟。你从流清遗物中找到屯门房室的位置，你来到屯门房室，以10枚灵石1年的价格租赁了一个洞府14年，开始刻苦修炼。23岁，已成功晋升炼气3层。32岁，已成功晋升炼气4层。33岁，你没灵石续租，被赶出洞府，你开始猎杀妖兽赚灵石。45岁，炼气5层。100岁，你老死了，模拟结束，选择100岁境界或者经验。选1。哦，这就是炼气中期的感觉吗？再来。37岁晋升炼气6层，79岁晋升炼气7层。100岁你作画了。65岁晋升炼气8层。100岁你作画了。100岁你作画了。100岁你作画了。79岁晋升炼气9层。100岁你作画了。67岁冲击筑基境，冲击失败，你死了。85岁你尝试筑基，筑基失败，你死了。根据刘青的随笔，我是4灵根资质，在没筑基丹的情况下，想要筑基难如登天。模拟还剩3次机会，好在境界到了炼气9层，接下来想办法收益最大化吧。你搬空天下会的名贵药材，带着白青儿隐居，苦修青囊丹经。37岁，你成为1阶炼丹师，在屯门房室开丹药铺。75岁，你筑基失败，死了。模拟结束，选75岁境界或者经验。选2。有了炼丹术，还怕挣不到灵石？只要灵石足够，模拟次数无上限，不管是筑基还是长生，都指日可待。还有2次模拟，留1次备用，模拟1次留在天下会，看看修仙家族齐家的反应。你回到天下会，齐国皇室强者带着5位齐家修仙者杀来，你暴露出炼气巅峰，实力斩杀5位修仙者，齐家震动。找死！20岁，你来到屯门房室开店。21岁，邻居宋掌柜邀请你一同探寻一处上古修士遗迹。李道友，有上古遗迹，愿一同探寻。好，遗迹或有筑基丹线索，不可错过。半途，宋掌柜4人突然对你下手，你敢暗算我？奋力反抗，斩杀1人，自己也是重伤而逃。半年后，齐家筑基修士出手，直接将你斩杀。筑基修士一掌开出，你身躯炸裂，当场身死。模拟结束，选21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齐家明明有着筑基修士，为何在2年半后才动手？起来吧，齐明和齐月的事怪不得你们。我已经通知落日谷，不日就会有人来处理此事。只是没想到天下会竟有修仙者，有意思了。父皇，落日谷本就对我们凡俗这边有所不满，若是六祖作化了，这齐国怕就不是您说了算了。无妨，六祖弟子中已有人成功筑基，而且六祖已为我等后人铺好了路。只要100年内我们一脉出现几个有灵根的，这齐皇之位就不会易主。六祖英明，父皇英明。
齐家的人终于来了。你们齐家太慢了，我等了2个月，都快不耐烦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非是为了你们身上的灵石，我怎么会白白浪费2个月？怎么可能？炼气巅峰！道友，这是个误会。可是我齐家那2个不成器的弟子得罪了道友，我们愿意赔礼道歉，这件事到此结束。我们齐家绝不会再追究。等了你们2个月，岂能就这么让你们离开？杀！不杀他，我们都得死！嚯！走得了吗？道友饶命啊！我愿归顺，献出所有灵石。晚了。模拟了无数次，今日终于能踏入真正的修仙界。屯门方士，我来了。好浓郁的天地灵气，和凡俗相比，此处修炼速度至少提升数倍。而这里还只是灵脉最外围，难怪凡俗中难见修仙之人的踪影。这是灵道，修仙者吃了后能增加修仙速度。不愧是屯门方士，这里的灵气浓郁到形成了雾气。进去吧。方内禁止私道。100枚灵石转瞬即逝，修仙界果然处处虚钱。接下来就干回老本行，租店买丹药吧。20枚灵石1月，半年起租，道友考虑如何？就这一间吧。店不到手，就叫百草堂吧。我最大的优势便是有模拟器材，只需一直炼丹，丹药换灵石，不用修炼也可提升境界。这位道友，机器丹能加快炼气修炼，1枚只要3灵石。你家丹药药效实在，我以后常来。虽然我用了1年半攒下1000多枚灵石，可筑基丹却要8000，我还是穷啊。不过，就算没有筑基丹，我也能成功筑基。系统助我！充值1500灵石，余额为1370金钱，消耗100金钱。开始模拟。屯门房市拍卖会上出现了1枚筑基丹，引来各大势力争抢。筑基丹价格被顶到1万灵石，你有心无力。筑基丹起拍5000灵石，6000、8000、1万灵石。21岁，宋掌柜伙同3个蒙面人闯入店铺，将你杀死，将百草堂所有丹药灵石都抢走。李大友，借你的丹药临时一用。宋掌柜，你这小人！还有武元，你这内鬼！你们不得好死！这个宋掌柜不是个好东西啊！还有武元这个内鬼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将他们弄死。继续模拟，先筑基再说，有实力才能有底气。你筑基失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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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筑基成功。110岁御魔宗攻打屯门房市，你被筑基后期修士斩杀。只有模拟了5次，我就筑基成功了！哎，快，我选一，境界。
术机境，200年寿元，终于到手。李掌柜稀客，不知想买些什么呢？听闻天兵阁法器最有，我要一件上品法器级炼丹炉。哼，姓宋的，模拟的暗算之仇，该算算了。上品法器，那可是8000灵石起步啊！李掌柜说笑了，小店只有下品法器丹炉，入不了您的眼。不过我知道哪儿有，请随我来。李掌柜，上品丹炉难寻，但我有个好去处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这是半份藏宝图，记载上古金刚宗的遗址。金刚宗曾是天南域第一大宗，覆灭后留下无数宝藏，必有上品丹炉。难怪模拟中午会答应他了。金刚宗听起来就像和金神诀有关联啊。我已找好一位道友，缺一个炼器巅峰助力，只要同行，丹炉归你。宋掌柜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当然当真。不过丑话说到前头，道友只有优先挑选丹炉的机会，其他物品要共同分配。好。那小子上钩了，他手上至少数千灵石，够大哥买筑基丹了。老总，他店里的伙计搞定了，早已买通5元，届时里外夹击，必能成功。等我筑基，我们一起灭朱家，占灵脉，开创一方势力。李道友，带伙计做什么？带他练练练。这3位是？哈，吴六、赵三、赵括，都是仿式散修高手。哼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咱们走吧。到这就够了。飞峰山脉是个埋骨的好地方。小子，识相的交出灵石和储物袋，留你全尸。宋掌柜，我按您的吩咐，天天报信，饶我一命啊！嘿，你知道太多了，留不得你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区炼器4层，也想逃？李掌柜，该你了。你们说的金刚宗遗迹，就在这黑风山脉中。小子，你不怕死？杀你们不过举手之劳，我只关心金刚宗遗迹在哪儿。哼，一个炼器巅峰也敢嚣张？不，你是筑基修士，你早就知道5元是内鬼，知道我们要暗算你。就算是筑基，也别想轻易杀我们！杀！一起杀！拼了！给我搅碎他！太慢了。我的福剑！前辈饶命，我知道遗迹位置，我带您去。起来，前面带路。7000多灵石，还有极品阵盘和诸多法器，这一趟没白来，充值7000灵石。充值成功，余额6170金钱，模拟一次消耗1000金钱。先模拟一次，推演遗迹之下，看看会有什么危险和收获。模拟开始，金刚宗遗迹的阵灵检测到你是金刚宗弟子。你进入遗迹，学会了神魔、九转、
与星辰剑诀；85岁突破筑基中期；140岁突破到筑基后期；160岁药王宗高手找到金刚宗遗迹，一掌将遗迹摧毁，你被战斗余波震死。模拟结束，选160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看来子晴没什么危险，选1。前辈，您这是突破了？我突破时，你为何不跑？前辈神通广大，我跑不掉的。前辈，遗迹就在山谷里面，我们拿着地图找了数月才发现的。我们试过了各种方法，都打不开这石门。我来试试。模拟中，这里会认出我的金刚宗弟子身份，现在怎么没反应了？我用极品阵盘攻击，都无法在石门上留下一丝印记，可能需要钥匙才能打开石门。进来吧。走。灵气浓度比屯门方式还要高数倍，难怪我的资质在模拟中修炼的那么快。妈呀，这是仙境吧？晚辈李长生，还请前辈现身一见。非我宗弟子，无资格留在此地。没想到10万年后，竟还能见到金刚宗弟子。前辈，晚辈来自金刚门，而且师门交代，见到药王宗弟子一定要除掉。金刚门应是浩劫后残存的金刚宗弟子所建。至于药王宗，不是你现在能敌的。现在我传你本宗内门弟子才能修炼的神魔九转前3层和星辰剑诀。这是能修炼到化神期的功法。已经将基础金身诀练至第7层，很适合修炼神魔九转。神魔九转第1转可力敌金丹，第2转力敌元婴。接下来你在此好好修炼，出去后重振我金刚宗的威风。晚辈定不负前辈所托。前辈，不知该如何称呼您？我只是秘境镇灵，称我苏老即可。此地是金刚宗要员，你可开辟洞府修炼，有疑问可来寻我。这药王宗的水比我想象的还深啊！我只是想安心修个仙啊。多谢前辈救我出来。你在我洞府附近另辟一处，自行修炼，不得妄动。是前辈。还剩5次模拟机会，先将混元一气诀的真元转换成星辰剑诀的真元，再练九转接身诀，开始模拟。160岁药王宗强者杀来，苏老战死，秘境破碎，你死了，选160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神魔九转也太难修炼了，100多年连踏入第1层都做不到。选2。这星辰剑诀不愧是能修炼到化神的功法，真元质量至少提升了数倍。这么快就转换完了真元？难道我看走眼了他的资质？再来，一定要修成神魔九转第1转。模拟开始。20岁，你苦修神魔九转功，进展缓慢。160岁，你死了。110岁，神魔九转成功入门。115岁，你在无尽沙漠大战元婴期魔蝎，你被蝎针扎中，死了。选115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模拟4次，为的不就是将神魔九转功修炼到1转之境吗？选2。这就是九转接身诀第1转，力敌金丹，名不虚传。
我就知道李前辈是老怪物伪装的，当初隐藏在方室肯定是受伤了。李前辈这气势，至少筑基巅峰，甚至金丹，抱住这大腿，我也能成筑基。一天就修成神魔九转第一转，就算在上古时期，金刚宗也没有人能在一天内修成第一转呢。要是再配上一柄仙剑，这活脱脱一个少年剑仙形象啊！李长生，来我这儿一趟。根骨资质一般，也不是特殊的体质，为何修炼如此之快呀？罢了，他能修炼这么快，想必也是有自己的机缘啊！我在此等了10万年，也不见宗门中人前来，金刚宗怕是已经不在了。小子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便是金刚宗的内门弟子了。今日我送你一场造化，上古灵池，可助你神魔九转达1转巅峰。进去吧，灵池积累了万年，足够你突破了。开始修炼前，就用最后一次模拟推演前路危机。39岁，神魔九转，踏入1转巅峰。40岁，带着筑基期的赵三回到天下会，发现天下会被灭，白青儿与秦毅等忠心手下被残杀。此仇必报。你暗中调查原因，将对秦毅和白青儿下手的人斩杀。又2个月，落日宗的人出手了，一位筑基修士带着10几位炼器修士找到你，全部被你斩杀。李长生，束手就擒，留你全尸。41岁，你杀上落日宗，展现出强大实力，以摧枯拉朽般的实力，将落日宗金丹击败。落日宗后山杀出一个神秘金丹巅峰强者，你与他大战半个时辰，不分胜负，离开了落日宗。半月后，药王宗强者突然出现，你奋力抵抗，但还是被药王宗强者一掌擒下。说，金刚宗遗迹在哪儿？逼问金刚宗遗迹的位置，你不吭一声，被一掌拍死。我说是吧？小二，41岁的战斗经验。没吸收灵液就修炼到了1转巅峰，这小子说不定真能将神魔九转修炼到第9转呢，重建金刚宗有希望了。啊，是时候出去了。既然知道有人会对天下会下手，那就不能袖手旁观了。灵液虽未完全炼化，但你已达筑基巅峰，2转时便可彻底消化。多谢苏老赠予玉指点。外界凶险，我金刚宗仇敌极强，切不可暴露身份。唯修炼到大成境，你才有自保之力。啊，大成境，那可是凡间修仙界天花板啊！你现在告诉我，修炼到大成才有一丝自保之力啊！苏老，咱金刚宗的敌人可是药王宗，难道药王宗在修仙界可以一手遮天？我金刚宗的仇敌是星河宗，药王宗不过是他的一条狗。你要记住，星河宗有仙人坐镇，你只有修炼到神魔9转的7转巅峰，才有可能从仙人手下逃命。
我记住了。公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巫山城，找天下会的人。公子，这里至少半年没人住了。模拟中秦毅他们还没出事，千万不要来晚了。老刘，你刘家与铁砂门的恩怨可不好办啊。这是500年山参，宋老看在旧情，帮忙。500年山参足以再造一个先天武者，但为了满族的性命，不得不交给宋正武了。老刘放心，你的事3天内必给答复。多谢宋兄，这老东西的嘴脸真让人恶心呐。500年的山参，好东西啊。不懂规矩啊！李长生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到底是谁给宋正武的勇气，敢和天下会帮主李长生叫嚣？李长生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今日便请你献给齐皇，换取宋家富贵，顺便报你杀我儿之仇。宋如龙呢？让他出来。我儿如龙得到仙人赐丹，已经是一位大宗师，正在带人围剿你这天下会的余孽。待我请府上仙师出手将你擒下，再好好炮制你。既然宋如龙背叛了我，那宋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李长生，你的时代早过了，仙师救命！公子，府上就这一个修仙者。仙师，你怎么会？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李长生，你不是区一个武者吗？武者为何不能修仙？倒杯茶。2年没喝凡俗茶水，有些想念了。是公子。宋如龙在哪儿？还有天下会的消息？说。帮主，如龙也是有苦衷的，他是被逼的。他若是不从，齐皇要灭我满门呐！背叛者没资格辩解。天下会帮主到底是什么修为呀？天下会的消息，你知道多少？李帮主，白楼能查任何消息，只要出得起价钱。公子，这是从宋家高层逼出来的情报。金办高层惨死，秦毅和青儿还在被追杀，我来晚了。将宋家的银两全部带上，去白楼。是。客人里面请，不知道是要购买情报还是发布任务？一个练气巅峰修士，3个先天，白楼不简单。你退下，这位贵宾我来招待。是。李帮主，这边请。李帮主是来寻天下会残存人员的情报吧？哦，你知道我？嘿嘿，天南域之事，白楼都略知一二。你灭宋家后朝中山城赶来，我便猜到了。
还好，秦毅和青儿只是受伤，现在躲在了临水郡仙人墓里。这份情报需要多少银子？这是白楼送先生的礼物，只想结一份善缘，这也是上面吩咐的。我若是收了先生的银子，怕是要受惩罚了。胡公不受禄，白楼这般手笔，怕是有所求。先生手持这枚玉佩，可调取所有白楼情报。哟，这玉佩竟是极品法器，能凝心静气，聚灵提速，至少值2-3万灵石。白楼比想象中的更强啊！既然如此，可有天南域修仙界的情报？这里是基础情报，更深层次的情报需去落日谷分部了。多谢。先生慢走。至于结善缘的理由，相信日后定会有人找先生您的。这是给你的。多谢公子。仙人赐丹，有此仙药，注定我老刘要崛起了呀！走，去临水郡，秦毅他们在哪儿？公子，到了临水郡，先救人还是先清算叛徒啊？先救人，再让叛徒血债血偿。铁苍，你何必如此恐慌？我们有仙人坐镇，还怕李长生？唐宏远，你不懂他的恐怖。我曾受他指点，深知他的实力深不可测。无需怕，他敢来，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李长生虽然强大，但应该不是仙人的对手吧？啊，李长生来得正好，吃我一剑！不知天高地厚。放肆！区下品福剑也敢献丑？你去杀了他。啊，帮主，我背叛是被逼的，不然我神泉门满门活不了啊！我虽然对不起您和兄弟，但我没伤害兄弟家人呐。你罪责罪轻，自裁吧，我不动你家人。多谢帮主。做错事，总要付出代价。天下会余孽在封山，今夜一举剿灭，永绝后患。宋前辈神威，小小余孽不足为惧。今日后，天下会将成为一个历史。就凭你们也想灭我天下会？背叛者都该死！来得好，秦毅，你重伤未愈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发挥出几成实力。查你这个叛徒，绰绰有余。这就是大宗师的战力，太恐怖了！你们觉得他们俩孰强孰弱啊？废话，自然是宋前辈。宋前辈不但掌握踏入大宗师的方法，更是得到了仙人赐药，岂是一个弱水剑秦毅能比的？不可能，你重伤未愈，怎会如此强？宋前辈竟然输了。秦毅，你果然不愧是李长生手下最强之人，
不过可惜你看不清形势，大事在我。林前辈，劳烦您出手。剑剑仙，真正的仙人，是真正的仙人。仙人，仙人之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凡俗之中，竟有炼气修士。哼，不过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是炼气1层，也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。就算是仙人，我也不惧。唉，秦毅完了，若是他也背叛天下会，成就肯定要比宋如龙高，可惜了。可惜，敢和齐皇作对，早就注定是死路一条了。哼，秦毅，这就是你该有此下场。嘿，何方高人，敢管我落日宗的事？落日宗出动2位筑基修士，倒是看得起我天下会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是修仙者！秦毅见过帮主。道友是长河宗还是魔焰宗的人？你不怕引发宗门大战吗？我是什么宗门不重要，你暗处的同伴何不出来一见？前辈，李长生狼子野心，还是先将他拿下吧。聒噪！胆敢！宋如龙死了。师尊，公子，这老家伙不好惹呀。他是落日谷内门大长老齐明思，30年前我见过他。30年未出山，还有人识得我？今日不管你李长生从哪里来，都得随我去落日宗一趟。半截身子埋入土的东西，也敢出来逞能！不好！这李长生到底是什么修为？师尊可是筑基巅峰的强者，虽然寿元只剩几年，但一般的筑基后期绝不是师尊的对手。但现在，去死吧！去！不堪一击！他的肉身力量竟然比法器还强！我还年轻，日后还有希望成为落日宗高层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！跑得了吗？你到底是什么妖孽？废话真多！死了！想杀我没那么容易，就算是金丹，我也能一战！这不可能！帮主饶命！我们是被宋如龙蛊惑的，我们是被逼的。饶命啊！我们也不想和天下会为敌啊！我们都是被逼的呀！助纣为虐，都该死！这就是李前辈的实力吗？太恐怖了！你带青儿和残部下山，我去皇宫一趟，明日便回。是，帮主。你在此守护，若他们出事，后果你知道的。若是你表现得好，日后我给你寻一枚筑基丹。多谢公子，属下定不负所托。不愧是落日宗内门大长老，
收获丰厚，7万枚灵石，还有各种材料、弹药和玉简。剑光分化之术，这门剑术不比星辰剑诀记载的剑招差，以后对敌有多一门手段了。现在手上有灵石了，先模拟几次试试，看看这趟皇宫之旅会有什么意外。给我氪金！充值成功，余额为625.34，金钱消耗1000金钱。开始模拟，你一夜即行，来到齐国皇宫，将齐皇斩杀，飘然而去。1日后，你回到张家，见到天下会的旧部，而白楼的神秘女子也在此时找到你，你俩进行了一番密谈，达成了合作。10天后，你安排好天下会旧部的归宿之后，带着白青儿和秦毅来到了屯门房市。15天后，屯门房市5年1次的拍卖会开启，你在拍卖会上买下了一份2阶炼丹师的传承和数十种灵药。拍卖会结束后，落日宗3位筑基修士和万家3位筑基修士，还有2位筑基散修，将你困在拍卖行阵法之中，想要对你出手，被你反杀。1个月后，你取代万家，占据迷雾谷灵脉。你在迷雾谷之中补修2阶炼丹术和剑光分化剑诀。27岁成为2阶炼丹师，剑光分化剑诀小成。31岁，屯门房市经过你的发展，规模扩大了许多。你得到一份2阶阵法师传承。35岁成为1阶阵法师。36岁，落日宗新任宗主莫玄踏入金丹境，带着2位筑基长老进攻迷雾谷。你于迷雾谷外将3人斩杀。1月后，落日宗金丹后期修士带着药王宗元婴修士来到迷雾谷，元婴修士出手将你斩杀，模拟结束，选36岁的境界获得经验。药王宗的修士只是元婴，苏老的实力比肩反虚，甚至更强。而模拟中可是有药王宗强者一击将金刚宗秘境打穿。看来等白楼的人出现，要再打听一点消息了。选2。我现在才筑基，模拟1次价格便宜，可以想办法先搞到一些关于炼丹、炼器、阵法、符道的传承，先将这些技能的等级刷高，再提升修行境界，这样能省下不少灵石。再来。21岁，你灭了迷雾谷万家，取而代之长，在你发展下，屯门房市的规模扩大。31岁，成为2阶阵法师，回到金刚宗秘境补修。160岁，药王宗强者一手覆灭阵法，你在秘境中被杀。选2。160岁的修行战斗经验，虽然实力没有提升，肯定要选2阶阵法师经验。再来。140岁，你在无尽沙漠边缘修炼，被药王宗强者找到，逼问你秘境的位置，你不说，被杀死。140岁，你在10万大山边缘修炼，被药王宗强者找到，逼问你秘境的位置，你告诉了他们秘境的位置，在找到秘境之后，你被药王宗强者一掌拍死。干！说了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在模拟中都不能给一次投降的机会吗？97岁，你在金刚宗秘境中成功突破至金丹境。160岁，你在秘境中被药王宗强者击杀。18次模拟机会，符道和炼器也修炼到了1阶巅峰，现在境界也终于有所提升了。选1。宁。1颗金丹吞肉肚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可惜药王宗仍是悬顶之剑，再模拟一次，看是否能修炼成神魔九转第2转。神魔九转竟然有瓶颈，突破瓶颈居然还需要能提升肉身强度的灵药。罢了，我有模拟器在身，总有机会突破的。
现在先杀了齐皇，了结天下会的血债。齐皇欠天下会的血债，今日了结。秦叔，公子去皇宫这么久，不会出事吧？帮主做事向来有把握，无需担心。帮主回来了。公子，这2年委屈你了。只要公子平安，我不哭。这段时间，诸位辛苦了。我是修仙者，日后难在凡俗久留。等下我为你们测试灵根，有灵根者传修仙功法，无灵根者，我助你们突破先天。子孙有灵根，10年一接引。多谢帮主。公子，迷雾谷是什么地方？修仙者聚集地，我们去那里立足。公子，前面有人拦路。对方实力不弱，有筑基修士。李先生，我们乃是白楼的人，我家小姐有请。白楼的实力果然不简单，就这一对银甲骑士的实力，就足以横扫齐国修仙界80%的势力了。幻家掌控迷雾谷800年，现在族中也不过3个筑基罢了。走吧。行。李先生，小姐请您进去。这是小姐的侍女绿荷姑娘。冒昧邀请，还请李道友勿怪。道友是？我家小姐乃苏家苏青雨，白楼是苏家产业之一。丽荷，去给李道友沏茶。是。轻轻闻一口，就感觉体内真元流转速度都快了几分。这茶叶绝对不凡，若是天天使用这等茶叶修炼，修炼速度至少会快上1倍。这是族中先辈留下的灵茶，能加快修炼速度。道友若是喜欢，可分润一些给你。不必了，道友找我究竟有何事？我想邀请道友加入苏家，神通功法资源都会让你满意。你只需10年后陪我去一处地方，那里能踏入新的天地。好，新的天地。整个天南域位于遗迹之中，围绕天南域的4处绝地便是遗迹入口。这里的所有修仙宗门都来自外界，都是为了寻找遗迹机缘。本来外界各大势力相约万年开放一次遗迹，可如今已经10万年没人进来了。道友可知药王宗？没想到道友竟知药王宗，想来是药王宗联系过道友吧？药王宗确实不弱于我苏家，现在门中有元婴修士坐镇，还有龙家中也有元婴修士坐镇。只有元婴吗？那模拟中打爆金刚宗秘境的强者是谁？还有3次模拟机会，我要拨开前途迷雾。模拟开始，你答应加入苏家，成为苏家客卿。你随着苏青雨回到苏家，得到大量资源，闭关苦修。31岁，你与苏青雨还有苏家2位金丹一起前往机缘所在处，遭遇龙家和药王宗，苏青雨就被重伤，2位苏家金丹也是显露败相。关键时刻，你爆发出全部实力，斩杀3位金丹。龙家少主激发出一枚元婴符咒，你拼命挡下，但龙家和药王宗的修士已经逃走。半个月后，药王宗2位元婴与龙家老祖杀至苏家，双方在苏家爆发大战，苏家2位老祖受伤。
药王宗元婴与龙家老祖离去。95岁，你在苏家大量资源培养下，成功踏入金丹中期。140岁，天空出现一道巨大的门户，无数强者从天而降。药王宗强者来到苏家，要苏家交出你。苏家强者出手阻拦，苏青羽与你悄悄离开苏家，半路被药王宗强者抓住。你直接告诉药王宗之人金刚宗秘境的位置。药王宗强者与苏老大战，苏老不敌，秘境破碎，然后被一位神秘年轻人救走。药王宗强者留下一句：“原来是个替死鬼”后，一掌将你拍死。模拟结束，选140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替死鬼，果然苏老有问题，甚至他可能都不是一个真灵，而是一个神。不过苏家倒是一个好盟友，面对药王宗2次逼迫都没有将我交出去，选1。他这就突破金丹中期了，怎么可能？天哪，小姐是天灵根资质，都还未突破至金丹中期，而李长生比小姐还小1岁，难道他的资质比小姐还好？我可做苏家客卿，不过我不要功法，只要大量灵石。只要你担任我苏家客卿，我苏家每年给你的灵石至少30万，与金丹巅峰的客卿一样。你看如何？我可以先给你20万灵石，剩余的回苏家再补。好，等拍卖会结束，我来找你。小姐，你就这么将灵石给他了？万一他拿着灵石跑了怎么办？年纪轻轻就修炼到这等境界的人，都有着自己的傲气，他不会失信的。我们先去迷雾谷拍到那件东西。公子，这就是修仙者聚集的地方，看上去和凡俗城市也没什么不同啊。屯门方氏已经存在了数百年，除了修仙者，也有很多凡人居住，大多都是修仙者没有灵根的子嗣后代。有凡人，自然和外界差别不大，只是修仙者多了很多而已。赵三，你带他俩熟悉一下这里，我要闭关几日。公子你放心，我会照看好他们的。1年前月中100枚就知足，如今坐拥20多万，修仙界果然实力为尊。充值。21岁到125岁，你得到苏家大量资源帮助，踏入金丹后期。142岁，你被药王宗强者斩杀。选1，晋升金丹后期。继续模拟。135岁，你在苏家得到大量资源帮助，成功踏入金丹巅峰。金丹巅峰到了，再来。115岁，你尝试突破元婴，失败，你死了。130岁，你突破元婴失败，你死了。141岁，你在无尽森林外围被药王宗强者找到，斩杀。我这资质实在太差了，模拟了7次都没能从金丹巅峰踏入元婴境，不行，还是得先想办法将炼丹提升到4阶，炼制元婴丹。110岁，你的炼丹之术提升至3阶巅峰。苏家没有4阶炼丹术传承，你前往药王宗偷取传承被发现，你被困在药王宗阵法中。晋升元婴期的苏青羽与苏家老祖杀入药王宗想救你，被早已埋伏在药王宗的龙家元婴和药王宗元婴强者偷袭。苏青羽被杀，苏家老祖重伤而逃，你死了。这苏青羽和苏家能出啊，有事他真胜了。虽然是在模拟中，但这个情我成了，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再来。121岁，你正道修为提升至4阶初期。119岁，你符道修为提升至3阶巅峰。115岁，你炼气修为提升至3阶巅峰。经过多次模拟，
现在的我也算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。不知道现在的我做好准备，能不能斩杀1、2个元婴修士？还有4次机会，试一试。127岁，你花费1年半时间，在药王宗外30里处布下了17种杀阵。128岁，你凭借3阶巅峰的敛息符，成功偷到药王宗4阶炼丹术传承，但是你被发现了。擅闯藏经阁，找死！你直接掏出300张3阶符咒，朝着药王宗长老砸去，将其轻伤，而你自己则是快速逃走。在你逃出药王宗大阵的瞬间，你被另一位药王宗元婴打出的剑光击中，你身上有护身灵甲保护，只是轻伤。你逃入事先布置好的阵法之中，2位元婴修士直接进入阵法。你一边学习4阶炼丹术的传承，一边控制阵法轰杀2人，2人狼狈不堪，只能躲避药王宗宗主赶到，一剑破开阵法，3人联手将你斩杀。闯我药王宗，今日必诛！小二，不愧是药王宗的传承。这部药王经虽然只有上卷，但里面包罗万象，不但记载了修炼到5阶的炼丹之术，更是记载了无数珍贵的药方。开始模拟，你苦心钻研炼丹之术。140岁，你被药王宗强者斩杀。开始模拟，95岁，你的炼丹之术成功踏入4阶。130岁，你成功炼制出1枚元婴丹，准备突破。我失败，重伤。140岁，你被药王宗强者斩杀。我的资质这是有多差呀？元婴丹能增加4成的突破概率，我竟然失败了！还剩最后一次模拟机会，这次先将炼丹之术提升到5阶，再突破元婴。开始模拟，21岁，你随着苏青雨回到苏家祖地苦修炼丹之术。140岁，天南域上空出现虫洞，无数强者降临，你死了。哎，这模拟了个寂寞呀！这炼丹之术达到4阶后，提升也太难了，100多年竟然连1小阶都提升不了。手头还有材料，正好炼制一些丹药，在拍卖会上换成钱吧。公子，赵三，拍卖会就别去了，闭关突破吧。啊，这是只差1点就能达到上品的筑基丹。公子大恩，赵三没齿难忘，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。你安心突破，以后还有事情要交给你做。公子，这是白楼送来的请柬。3位贵宾，里面请。哎，这年轻人竟有烫金请柬，来头不小啊！周兄，你确定这小子身后没有势力？放心，这小子只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机缘传承的散修，而且他得罪了我落日宗，注定是死路一条。大哥，动手吧！若能得到这小子机缘，日后我们未必不能踏入金丹之境。既然如此，一切都听周兄安排了。好，那么拍卖会结束后，我们就布阵动手。哼，一群没见识的家伙，没有大量资源和天资，也妄想踏入金丹之境，简直做梦。小姐，李长生来了。他3年前还是渔夫，现在都金丹中期了。你俩要是生个孩子，资质得好到逆天吧？胡说！再乱讲，罚你闭关5年。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叫你们管事来。不知公子有何事啊？一个嘴里没毛的年轻人，都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烫金请帖。若不是请帖的缘故，我都不想来这包厢。
一点油水都没有。这些丹药，帮我上拍。这是能帮助金丹修士修炼的3阶养灵丹，5瓶3阶丹药，7瓶珍贵2阶丹药。这少年看上去不过20来岁，不可能是3阶炼丹师，那么他有可能是3阶炼丹师的后人，他身上有3阶炼丹传承。全部帮我按规矩拍卖即可。公子放心，这些丹药我们拍卖行必定会拍出一个好价钱来。欢迎莅临金山拍卖行迷雾谷分楼拍卖会，本次拍品数量、品质均超以往，更有大人物莅临。难道是金丹修士来了？第一件拍品筑基丹，每一枚的起拍价6000灵石，加价不少于100。第一枚筑基丹1.15万灵石成交，第二枚1.25万灵石成交，第三枚1.48万灵石成交。筑基丹果然抢手，2万多灵石又能换2次模拟机会。下一件1/4的秘境残图，起拍5000灵石。这纹路是金刚宗秘境地图的一部分。残缺地图不值这个价呀！是啊，这不会是第一件流拍的物品吧？5000灵石。哦，4楼贵宾出价5000，还有加价的吧？成交。苏青雨千里迢迢过来，就是为了这半角地图。苏家倒是值得信赖。等到拍卖会结束后，或许可以找苏青雨打听一下金刚宗的事情。3阶养灵丹2万。珍贵2阶丹药1万，珍贵2阶丹药11000。丹药果然很抢手，看来往后可以卖丹药来赚取模拟次数。压轴拍品玄水花，可炼碧水丹，提纯水灵根，起拍3万灵石，加价不少于1000。提纯灵根，提纯灵根，这是逆天宝物。3.5万，我要了。4万。别跟我抢！提纯水灵根，看来这才是苏青雨的真正目标。不过比起碧水丹，我更需要洗髓丹。9万灵石，成交。前辈，这是您这次拍卖所得的7万灵石。青儿，走吧。公子，有人埋伏。无妨，不过是几只自寻死路的小老鼠。好大的口气！金山拍卖行倒是会做生意。我刚将东西给你们拍卖，现在就想将钱抢回去吗？周道友，此人今日必须死。他身后有着一位3阶炼丹师。若是今日让他跑了，我可就没活路了。还有，他身上炼丹师的传承，需要给我一份。没问题。哼，易长生，前几日你在凡俗之中杀了我落日宗弟子，可想过有今日？哼，多尔宗就派你们几个小鱼小虾过来，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了？找死！哼！筑基巅峰的飞剑，这小子必死无疑了呀！怎么可能？上品法器竟被徒手夹住！给我动！你们动手前都不打探我的实力吗？齐明司都接不住我一剑，你这点能耐，也敢来送死吗？啊！齐明司可是只差一步就能踏入金丹的老前辈，他杀了齐明司，难道他是金丹修士？金丹威呀！我本就是等你们出手，也好名正言顺接手迷雾谷。
斩草须除根，你们在这等我一下。什么人？死！快去请老祖！有人闯门杀人！不用请，我这就送你们下去与他们团聚。剑光分化之术。逃！快逃！你的修为似乎又有提升。这迷雾谷灵脉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略有所得。这迷雾谷灵脉，我打算留给身边人打理。1月后，你随我回族中，到时候我让族中派2位筑基过来坐镇，帮你，可行？可以。大人，10万临时赔罪，望您海涵。我收下了。公子，万家产业和灵石已清点完毕，灵石共10几万枚。这个你留下，守住这份基业。公子，我想和你一起走。等我稳定下来再来接你。你现在的任务是替我守好这里。是，公子。赵三，这段时间保护好青儿。在此灵脉修炼，你未必不能踏入金丹境。公子，我只是筑基初期，怕守不住灵脉。我已将迷雾谷阵法升级，可挡金丹初期数时辰，而且苏家也会派筑基修士过来坐镇，你无需多虑。那就没问题了，我会誓死守护好迷雾谷的。充值。充值成功，余额45万金钱。哇，果然还是这样来钱最快。若非现在还不是天下无敌，我都想直接将那些大势力都抢一遍了。开始模拟。你随苏青雨来到苏家祖地闭关谷修炼丹术，140岁强者降临。你主动找到药王宗强者当带路党，药王宗强者打败苏老，但苏老被神秘年轻人救走。9日后，你被神秘年轻人杀死了。果然有阴谋啊！苏老给我传承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给神秘年轻人挡枪。不过他们估计也没料到会有逆天的模拟器系统，到时候谁是猎物，谁是猎人，还说不定。再来，继续模拟。开始模拟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99岁，你的炼丹术提升到了5阶。足足花了43次模拟机会，炼丹术才提升到5阶初期，还剩下6次机会，是时候突破元婴了。随着苏青雨回到苏家，为苏青雨成功炼制碧水丹，成丹3颗。苏青雨分了你1颗碧水丹，你的资质得到提升。30岁，你成功炼制1炉元婴丹，成丹3颗，皆为极品元婴丹。6个月后，你成功踏入元婴。70岁，苏青雨踏入元婴境，提升缓慢。100岁，苏青雨踏入元婴中期，你提升缓慢。130岁，苏青雨踏入元婴后期，提升缓慢。140岁，你成功加入药王宗。3月后，你被神秘青年一剑斩杀。这神秘青年到底什么修为？元婴都挡不住一剑。模拟结束，选140岁的境界或者经验。140岁的境界。刚才的心悸感是元婴突破的威压，那个家伙不会突破到了元婴吧？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是外界大门派中，都从未有过21岁的元婴。苏小姐，可听说过金刚宗？你难道是上古金刚宗的传人？你可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我幼时读过史书，金刚宗曾是外界顶级宗门，被星河宗联合10几个势力覆灭，药王宗和龙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至今还在找金刚宗传人。他们为何要覆灭金刚宗？书上记载是为了得到一件物品，至于是什么物品，没有记载。但你记住，就算是苏家，也保不住暴露身份的你。我并非金刚宗传人，只是偶然得其功夫。苏老果然在利用我挡枪。星河宗、药王宗、龙家，敌人越来越多。不论你是不是金刚宗传人，你都不能在这2个势力面前展现出金刚宗功法痕迹。回到苏家，我带你去藏经阁，重新挑选一门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功法吧。苏家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功法，明明就2步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外人修炼？无非能成为苏家的姑爷。小姐，您不准说。完了完了，小姐肯定是被这小子迷住了。小姐回来啦！听雨，此人是哪里的天骄啊？苏哲一直将苏青雨视为禁脔，谁要是敢过分靠近，都免不了被揍一顿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他是我招揽的客卿，与你无关。我们苏家门槛可没那么低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成为我苏家客卿的。那要有什么实力，才有资格成为苏家的客卿？苏家不愧是传承了数万年的家族，现在就有3位金丹用神识锁定我了。打得过我才行。给他点教训，别打死就行。他爷爷是3长老，直接打死有点麻烦。好。只是1掌，我的手腕就差点脱臼了。好恐怖的肉身力量！苏晴雨是我的，必须废了这小子！给我死！哇，这3长老炼制的极品剑佛，就相当于金丹后期修士全力级的攻击。李长生，快躲开！哼，找死！这不可能！过来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我孙儿！畜生，给我死！住手！这老头绝对不是普通元婴，气势比我还强。大长老，这小子打伤我乖孙，你为何要阻止我？此事对错分明，苏哲对客人下死手，活该如此。打了我苏正道的孙子，此事还没完。要不是怕实力提升太快，会引来金刚宗那2人的注意，我早一拳打爆你。爷爷。走吧，先进去。你很不错，面对金丹巅峰怒火，神色不变。前辈过奖了。爷爷，是我让李长生教训苏哲的，他太讨厌了。现在李长生打伤了苏哲，不会被3长老记恨上吧？有我在，苏正道一脉不肯乱来的。爷爷，李长生是我朋友，他修炼的功法有些问题，他得到了金刚宗功法的部分传承。金刚宗确实麻烦，等下我带你去藏经阁换一门功法吧。金刚宗的功法就不要修炼了。爷爷，你传他大五行剑诀吧。你说什么？这小棉袄有点漏风啊！
大五行剑诀是仅次于镇族功法的顶级传承，怎能给外人？爷爷，他天赋比我还好，修炼普通功法太浪费了。哎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我可以先传授你前5层，后面几层需要你为苏家做出贡献后才能换取。金鱼说李长生的资质更好，那我也不介意先结下一个善缘。多谢前辈成全。100万灵石，加上今年30万供奉，共130万。多谢苏小姐。好好修炼，有需要可随时找我。充值所有灵石。充值成功，余额123万金钱，模拟一次消耗10万。由大五行剑诀与海量灵石，该冲击更高境界了。开始模拟，30岁，你成功将体内真元转换成大五行真元。71岁，苏青羽为了你寻来龙血参和千年赤炎灵芝。79岁，你在星辰海以1枚破镜丹从张家换取蜜源果，然后从刘家盗取玄珠草。80岁，你成功炼制洗髓丹，服用后资质得到提升。140岁，你被外界强一剑斩杀。没想到只模拟一次就集齐洗髓丹的材料了，选境界。吃了洗髓丹，资质果然变好了不少。继续模拟。开始模拟，130岁，你成功晋升元婴后期。选境界，模拟10次，终于晋升到元婴后期了，还剩2次模拟，留下1次机会备用。这次模拟的目的就是试探金刚宗和弄到神魔九爪功法后续。41岁，你服下龙元液、神魔九转，一举突破到2转巅峰。43岁，你进入秘境，请求苏老赐予你神魔九转后续功法。苏老迟疑片刻，还是给了你神魔九转第4转到第6转的功法。多谢前辈。130岁，你悄悄采摘了对修行神魔九转有用的数万年灵药，神魔九转踏入3转初期。142岁，你将神秘青年的存在全盘告诉药王宗化神强者，神秘青年愤怒，一剑将5位药王宗化神和你斩杀。模拟结束，选境界或者经验。发了，选经验。呀，真是强大呀！不过那个想让我当替死鬼的狗东西，到底是什么修为？药王宗5位化神加上突破后的我，竟然抵不住那狗东西一剑。不过好在得到了第4转到第6转的修炼法门，老子就不信修炼到第6转还不能锤死你们。